当着宇智犀流的面救下卡普，把打断自己一条腿的赤犬当兄弟。青雉真的爱上妮可罗宾了吗？当年青雉去奥哈拉执行屠魔令，见到赤犬让手下炮轰平民避难船，他决定放走小时候的罗宾，期待他解读古代文字的努力可以改变这个不堪入目的世界。即便是晋升为海军大将之后，青雉也一直关注着罗宾的行踪，更像是在保护着他的成长。直到草帽团闯入司法岛救罗宾，青雉才算彻底放心。那是一群可以为了同伴拼命的家伙。青雉辞去大将之后，两人再次相遇，交流的言语稍微有一些暧昧。难道真如海米传言的那样，青雉和罗宾是一对默默的情侣？在海军的这些年中，青雉最看不惯的人就是赤犬，他坚持绝对的正义，宁可把海军保护的普通平民干掉，也得除掉危害世界政府的人，完全违背了身为海军保护民众的理念。后来两人在庞克哈萨德争夺元帅，经过10天10夜的鏖战，青雉以微弱的劣势被打断一条腿战败。按理说两人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，可是青雉即便辞去了大将职位，也一直在为身为元帅的赤犬考虑。路飞和罗组成同盟去挑战多弗朗明哥，青雉担心这件事会让局势失控，特意让斯摩格回去告诉赤犬，一定要派人去处理路飞和明哥的冲突，感叹这件事会影响赤犬的元帅职位，有点为好兄弟切身考虑的感觉。传言他们之间有一场豪赌，胜者当元帅，输的人去海贼做卧底。从青雉对赤犬的担忧看，或许传言是真的。卡普去蜂巢岛拯救徒弟科比，青雉的一系列表现也像是在当卧底。面对被溪流偷袭贯穿腹部的卡普，青雉第一时间站出来攻击，目标虽然是自己曾经的师傅卡普，却把小海贼们全部冰封起来。当卡普拖着重伤的身体攻击恶政王，青雉没有去阻止，反而是担忧卡普的身体，明显没有要干掉自己师傅的想法。后来卡普被众人围攻战败，也是青雉将他冰封起来，阻止伤口流血恶化，同时还用寒气冰冻住自己的眼泪。可见青雉是在救自己的师傅，并没有像黑胡子那样彻底坠入邪恶之中。科比不愧是尾田的亲儿子，开挂速度早已超越路飞，从小杂役到卡普接班人，战斗力经历5次重大升级。路飞出海后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科比，当时科比在亚尔丽塔的船上当杂役，长得胖胖圆圆，没有一丁点战斗力，在路飞的鼓励之下，才敢说出要当海军大将的梦想。加入海军之后，科比的运气非常好，成为英雄卡普的徒弟。经过一段非人般的训练，科比的战斗力得到第一次升级，与路飞在七水之都相遇，能看到他变强了，也变高变帅了。为了对抗白胡子海贼团，海军在马林范多召集10万精锐，科比也是其中之一，战斗力再次提升，不过还算不上强者。对战着急去救艾斯的路飞，连一拳头都没能承受住。不过在这场战斗中，科比锻炼出强大的勇气，敢直面大将赤犬，同时还觉醒了见闻色霸气，为他的实力更上一层奠定了基础。经过2年的磨练，科比在世界会议期间出场，职位已经是海军大佐。为了保护利库王的船只，展示出超强的见闻色和武装色霸气，6世的水准也得到提升，同时提升的还有颜值和身高，让身为强者的居鲁士都感叹说，科比拥有非常强大的战斗力。此时科比已经被称为英雄，因为他在洛基港事件中拯救了平民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科比还间接帮助过黑胡子，击败传说级海贼王直。在世界会议上，藤虎连首利库王等人将七武海制度废除，科比作为 SWORD 的成员之一，前往九蛇岛抓捕第一美女汉库克。漫画一度将他的职位搞错，直接标注科比晋升为海军少将。可能是尾田觉得他升职太快不合理，又把职位修改成为大佐。黑胡子也在此时前往九蛇岛，企图抢走汉库克的甜甜果实，2名手下被瞬间石化，自己抓住女帝的脖梗却不敢动手。好在雷利释放着霸王色胆道，才让海军与黑胡子乖乖离开。黑胡子却要求带走800海兵，科比主动提出用自己当人质交换。为了救出徒弟科比，卡普带着 SWORD 小队的成员来到蜂巢岛，一拳霸王色缠绕攻击银河冲击，直接将一整座城镇摧毁殆尽。对战大弟子青雉也没有手下留情，一招海底落下将青雉打入地底。不过在保护分心的科比时，被隐身状态下的宇智犀流贯穿腹部。恶阵王在此时制造出巨大的手掌，企图将海军乘坐的船只摧毁。卡普鼓励科比格罗斯和贝鲁梅伯联手去化解危机，解救平民和海军。科比使出自己的大招正直突击，将恶阵王的巨大手臂直接贯穿。这一拳的破坏力不亚于卡普的银河冲击，甚至有附带霸王色的感觉，大有海军英雄卡普接班人的感觉，距离海军大将又近了一步。他曾对卡普拒绝晋升大将无比崇拜，却为了争夺元帅之位与赤犬生死决斗，大战10天10夜，丢掉一条腿离开海军。他吃了能将一切冰封的洞洞果实，却感叹白胡子的震动无法被冻住，让四皇黑胡子也不敢与之正面交战。他就是从激情到懒散的海军大将青雉，痛恨赤犬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却加入黑胡子海贼团帮助帝骑助纣为虐。22年前，青雉去奥哈拉执行屠魔令，秒杀同为中将的巨人族好友萨乌罗。那时的青雉已经展示出堪比怪物的实力。顶上战争开始后，青雉率先出手冰封巨大海啸，转头就准备攻击世界最强男人，却被对方用一招简单的震动从空中击落。不服输的青雉再次发动攻击，将白胡子整个人冰封，却感叹震动无法被冻住，冰块也被白胡子瞬间打碎。钻石乔兹突入战场，一个飞冲将青雉撞到嘴角流血，
白胡子昂首挺胸，自信离开，认定青雉的实力也就手下队长们的实力。见到赤犬要亲自出手干掉路飞，青雉直接将路飞击倒在地，就当不知道怎么往下演的时候，马尔科飞过来一脚将他踹飞，两人没有继续交战，孰强孰弱不好判断。路飞将艾斯从处刑台救下来之后，青雉是第一个站出来阻挡的海军大将，火拳与冰块爆至嘴相互抵消，也不能说艾斯拥有匹敌青雉的战斗力。见到香克斯带着红发海贼团来救路飞，青雉居然没给面子，用冰河时代冻住整个海面，有阻止海军出动舰船追捕路飞的嫌疑。敢不给香克斯面子，也是自信有实力对抗四皇吧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青雉与赤犬爆发元帅争夺战，两人在庞克哈萨德决斗10天10夜才分出胜负。赤犬以微弱的优势获胜，并将青雉的一条腿打断。之后青雉便辞去大将职位离开海军，在冰火岛遇到多弗朗明哥玩虐老友斯摩格，开启果实能力将其瞬间冰封。明哥挣脱冰块束缚，拿加入黑团的是调侃青雉，却不敢正面战斗，明显是畏惧前海军大将的实力。青雉则是一脸轻松的表情，无视拥有霸王色的明哥。据说青雉加入黑胡子海贼团前，双方爆发过一场小冲突，毒 Q 和大九等人在酒吧嘲讽青雉，结果被瞬间秒杀冻成冰雕。地奇带人赶来也不敢动手，恳请青雉放过自己的同伴，并邀请他加入黑胡子海贼团一起合作。难道说四皇黑胡子也没有自信打赢青雉吗？陪同范奥卡去蛋糕岛抓捕三眼族的布林，青雉以绝对碾压的力量秒杀赏金8亿的克利亚，在蜂巢岛看守克比时与海军英雄卡普爆发战斗，上来就挨了一招海底落下，被打入地底，重新回到地面的时候已经满脸是伤，还强调卡普有将自己干掉的实力。从此也能确定一点，当年卡普要杀掉赤犬没有说谎，最终卡普被溪流偷袭重伤，惨遭大九等人的围殴战败，青雉也受到了很严重的伤，全身缠满绷带。如此来看，青雉的整体实力有准四皇级别吗？乔伊波伊的伙伴中有4个人已经确定，还有2个人尾田也给出了相关依据。随着贝加庞克公布消失的100年历史，我们也知道乔伊波伊曾经是第一位海贼，他的海贼团独自对抗伊姆率领的20个国家，只不过最终乔伊波伊还是战败了。那么陪他一起征战的同伴都有哪些人呢？佐乌岛的相主可以确定是其中之一。路飞在鬼岛屋顶对战最强生物凯多时，他曾来到和之国的近海准备帮忙。桃之助表明相主就是乔伊波伊的伙伴，不知道当年犯下了什么错误，被惩罚在大海上不停行走。相主能帮助和之国开国，也是让冥王重现的关键钥匙。光月家族的祖先也是乔伊波伊的伙伴，目前只有光月一族能在红色石头上刻字，同时他们也拥有解读远古文字的能力。乔伊波伊败给伊姆之后，在世界各地留下历史正文，正是他的同伴光月一族的祖先把文字刻在了那些石头上。第3个确定的乔伊波伊伙伴就是藏在弹头岛的巨大机器人，他在几百年前攻击过红土大陆，无奈在能量耗尽之后战败，贝加庞克将他搬运到弹头岛，研究多年也没有找到启动的方法。路飞对战吴老星使用解放之骨后，巨大机器人也苏醒过来，目前正在帮助路飞对抗海军，也会帮助草帽团逃离弹头岛，期待路飞与伊姆的最终战斗。这个巨大机器人也会登场。乔伊波伊的第4个伙伴就是停靠在愚人岛的诺亚方舟，已知乔伊波伊是一位巨大战士，他的海贼船肯定不会比巨人族的船小。结合乔伊波伊和愚人族的约定，以及他把诺亚方舟停靠在愚人岛，不难确定他就是乔伊波伊曾经的海贼船。乔伊波伊还有2个伙伴，从剧情中也可以推断出来。第一个就是宾克斯，是创作音乐宾克斯美酒的人，不管是香克斯的海贼团还是草帽一伙，都有一位音乐家，乔伊波伊的海贼团也不会例外。宾克斯的美酒是海贼们传颂的曲目，创作它的人很可能也在第一位海贼的船上，是否可以推断宾克斯也是乔伊波伊的伙伴呢？第2个是800年前愚人族的公主，贝加庞克说消失100年里发生的那场战斗，能毁灭世界的远古兵器也参加了，导致海平面上涨200米，淹没了原本的大陆。结合乔伊波伊允诺让愚人族到太阳下生活，可以推断出作为海王波塞冬的愚人族公主也是他的同伴。难道说乔伊波伊为了爱人愚人公主才率领海贼团与伊姆对抗的吗？那些年被罗杰打败的顶级强者们，卡普打赢他们居然还需要靠外人帮忙。洛克斯海贼团在神之谷覆灭之后，作为成员之一的金狮子是最先成为大海贼的人，他率领飞空海贼团的100艘舰船在艾特沃尔与罗杰进行决斗，起初金狮子一度占据上风，差点将罗杰海贼团彻底击败，无奈命运不好遇上暴风雨，结果脑袋被开了瓢败给罗杰。后来得知罗杰向海军自首后，金狮子一个人闯入马林贩舵，驻守的一半海军被干掉，卡普迫不得已联手战国出马，鏖战3天3夜才将其击败，关入推进城。假如卡普一个人与金狮子交战，谁胜谁负还真的不好说。巴雷特在15岁的时候已经多次向罗杰发起挑战，后来为了击败罗杰，加入罗杰海贼团，却没有一次获得胜利。那时的巴雷特也经常与雷利交战，据说每一次都是打成平手。在九蛇岛赶走黑胡子后，雷利表示自己老了打不过黑胡子，可见年期17的冥王雷利绝对有4皇级别。
难道说10几岁的巴雷特已经拥有4皇战力了吗？得知罗杰身患绝症之后，巴雷特决定下船出去闯荡，很快便靠着强悍的战斗力，将整个大海搅和得天翻地覆。海军迫不得已让卡普和战国一起出动屠魔令，硬是将巴雷特的体力耗尽，才将其抓住关入海底监狱。如果让卡普或者战国一个人去，想抓捕巴雷特都非常困难。多年后，巴雷特从推进城越狱，也将合体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。海军让黄猿和藤虎联手，外加多名中将一起出动屠魔令。此时的卡普也发出感叹：罗杰死后，巴雷特彻底失去寄托。从他无奈的表情也可以看出，对巴雷特的强悍实力很认可。当年罗杰和白胡子称霸大海时，还有一个红伯爵能匹敌他们，不过红伯爵没能成为海贼王，应该是争夺大秘宝败给了罗杰。后来海军出动当时的元帅钢骨空去逮捕红伯爵，卡普也参加了那场战斗，只不过没有出手，在一旁观看。等到双方耗尽体力的时候，才将红伯爵抓走，关入推进城。可见当时卡普的战斗力还没有资格与红伯爵交手。暴君雄一句话找出多拉格的弱点，赤犬舍弃性命也要将其抹杀，却是吴老星联手也除不掉的存在。多拉格的实力有多强，一直是谜一样的存在。有人说他赏金高达50亿贝利，完全不输当今的4皇。当年路飞在罗格镇被巴基当众处刑，多拉格操控着风雨雷电登场，用一道闪电击中巴基，护送大儿子安全出航。结合革命军的所有人都戴着防风眼镜，不难推断出他说吃的恶魔果实就是自然系风暴果实。目前多拉格还没有展示过3色霸气的强弱。从萨博17岁能掌握见闻色和武装色来看，多拉格的这2种霸气绝对也是最顶尖的存在。作为多拉格的儿子，路飞拥有100万分之一的霸王色，卡普也曾说过那是与生俱来的。结合卡普也会霸王色，可以确定多拉格也拥有王者资质，不出意外也掌握了最顶尖的缠绕攻击。如此强悍的多拉格却被暴君雄一句话找出了弱点。当年还在革命军中的大雄发现多拉格去东海的风车村，就询问多拉格经常去那里做什么。没想到多拉格对此特别愤怒，直接来一句：如果想要我的命就继续问下去。随后又补上一句：孩子永远是父母最大的软肋。如此来看，多拉格的弱点就是大儿子路飞。刚出海的路飞战斗力不强，很容易被敌人当成弱点。赤犬在顶上战争得知路飞是多拉格的儿子，不管任何人来阻挡，也要将路飞的命留在马林范多。年轻的多拉格也是海军成员，赤犬很清楚他的实力强弱，担心路飞会成长为他老爸一样的强者。不过现在的路飞已经不能算是多拉格的弱点，不仅拥有一群强悍的同伴，自身也拥有4皇级战斗力，对3种霸气的修炼都达到了最顶级的水准，还吃了传说中的幻兽种尼卡果实，拥有世上最胡来的力量。在弹头岛冒险，能一只手抓住黄猿，一只手按住萨坦圣。不过当下路飞的处境很危险，吴老星全部在弹头岛集结，目标就是除掉未来的太阳神路飞。多拉格会不会再次出手去救自己的儿子呢？卡普单刷蜂巢岛暴露出唯一的缺点，难怪当年白胡子不用霸王色救艾斯。卡普在蜂巢岛战败，让很多人不能理解，他不是恶魔果实能力者，不存在身体被反噬的情况，主要输出是依靠体术和霸气的结合，拥有铁拳的称号，武装色霸气绝对是最顶级的存在。多年前一拳打爆铁头功大师青椒的脑袋。马尔科拥有吸收一切伤害的蓝色火焰，正面抵挡黄猿的大招8尺琼勾玉，毫发无损，也没能挡住卡普的一记铁拳，被从空中击落不敢吱声。卡普还没展示过见闻色等级，应该也掌握了预见未来。对霸王色的修炼，卡普也是最顶级的，会使用霸禅攻击，多次将罗杰海贼团逼入绝境。霸禅铁拳的威力绝不输神臂，去蜂巢岛就徒弟克比，一上来卡普就使用了霸禅攻击，一招银河冲击差点将一座城镇彻底摧毁。又来了一招海底落下，把大将青雉打入地底之下。重新回到地面的青雉已经满脸是伤，不过为了保护徒弟克比，被隐身的溪流贯穿腹部，战斗力和身体状态急速下降，才导致他被众人围攻战败。也有不少海迷感到疑惑，卡普知道溪流偷袭克比的目标是自己，为何不用霸王色缠绕攻击打溪流，反而是用身体来阻挡呢？不管是路飞与凯多的霸禅攻击碰撞，还是当年罗杰与白胡子的霸王色攻击对轰，巨大的威力都会对周围的人造成伤害。卡普之所以用身体挡住溪流的剑，就是害怕霸禅攻击的破坏力会打伤克比，这或许就是卡普的唯一缺陷，担心同伴的安危，不能用全部的力量战斗。就像当年白胡子在马林范多没有用霸王色救艾斯一样，他担心强大的攻击震晕实力弱的同伴，即便能救下艾斯，也会牺牲很多伙伴的性命。白胡子把这些人当作家人，自然不会为了艾斯牺牲他们。山治公开萨坦圣真正的种族，吴老星确定都不属于人类。萨博去玛丽乔亚向天龙人宣战，为了救下薇薇公主的老爸寇布拉，主动甩出一记火拳攻击吴老星。伊姆立马变成巨大的怪物，将火焰一口吞掉。随后吴老星也都变身成为巨大的怪物模样，仅仅用了一招就将萨博打成重伤。从5个老头以及伊姆的剪影来看，他们应该都是动物系能力者。不过也有不少海米认为，吴老星不是所谓动物系能力者，
他们之所以能变身成为怪物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鬼族的成员。萨坦圣去弹头岛对抗草帽团，也展示出了他真正的模样。模样酷似日本神话故事中的妖怪牛鬼，头上长着牛一样的犄角，下半身像蜘蛛，有很多条腿。所具备的能力也非常特别，可以让身体周围的敌人无法动弹，还能用眼睛展开攻击，让战斗力弱的敌人身体爆炸丧命，以及堪称无敌的瞬间恢复。蜘蛛腿断了都能瞬间长出来。在海贼王漫画1108话中，被路飞暴揍后的萨坦圣展示全新形态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蜘蛛在爬行，不管是眼睛的模样还是外形，与妖怪牛鬼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山治发现萨坦圣的眼睛出现变化，腿上甚至还附带毒液，深沉又严肃地说了一句：“已经完全放弃人类的外形了吗？”从山治的话语中不难推断出，他认定萨坦圣并不属于人类。所谓人类的外形，只是为了掩盖原本怪物的模样。假如萨坦圣真的是日本神话故事中的妖怪牛鬼，吴老星也应该和他一样，都属于鬼族成员而不是人类。难道贝加庞克要公布的世界真相，就是乔伊波伊在800年前对抗过鬼族吗？卡塔库利的真正战斗力公开，天赋和技能不输任何海军大将。黑胡子对他的评价果然没有错，在所有皇父之中，卡塔库利的赏金不算高，只有10亿5700万，不仅比13亿900万的岩灾境低，甚至还没有刚当上皇父的索隆高。不过卡塔库利算得上六边形战士，对3色霸气的修炼都是高水准，武装色霸气没达到流鹰层级，也比当年路飞的武装色硬度高。见闻色不像红发那样掌握见闻杀，也能达到短暂预见未来的水平。很小的时候便觉醒了霸王色霸气，应该还没有掌握最顶尖的霸禅攻击。在所有的海军大将之中，目前只有从大将升职为元帅的战国拥有霸王色，赤犬亲至以及黄猿都未确定有霸王色。这一项天赋明显不如卡塔库利，对超人系诺诺果实的开发也非常完美，甚至一度被认为他吃了自然系，也将果实开发到了觉醒状态。当年只有4档的路飞被他完全吊打，虽然被开挂的路飞击败，但从路飞疑惑的眼神来看，未必是卡塔库利真的输了。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当卡塔库利出现时，红发海贼团也颇为惊讶，而且卡塔库利的见闻色预见未来，对战歌之魔王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，不过却遭到了香克斯的调侃，见闻色预见未来可不是他一个人会。可见在香克斯看来，卡塔库利是一位强者，但还算不上顶级水平。在所有的皇父之中，也只有卡尔一个人展示过见闻色预见未来。马尔科和镜对霸气的修炼不算强，溪流太依赖果实，霸气修炼也不会强。索隆刚刚觉醒霸王色霸气，对见闻色的修炼也未展现出很强的水准。本贝克曼据说拥有4皇级别的水准，也拥有不输任何大将的霸气修炼。可是，在对抗基德海贼团时，他询问香克斯是否看到了不得了的未来。难道说本贝克曼的见闻色不如卡塔库利，还没达到预见未来的水准？黑胡子对卡塔库利的评价特别高，也认定他拥有大将级别的水准。为了解读路标历史正文，黑胡子派遣范奥卡和亲自闯入蛋糕岛，目标是将三眼族的布林抓回来，利用他的觉醒能力解读古代文字。当时大妈带着半个海贼团在河之谷，只有卡塔库利和克利架在蛋糕岛。黑胡子让亲自前往，也是认定卡塔库利很强，只有亲自才能与之抗衡。如此来看，卡塔库利是否拥有抗衡海军大将的战斗力呢？白胡子一生经历过3次惨痛失败，30多年前被一位少年重创胸口，罗杰向海军自首被处刑后，白胡子就被誉为世界最强男人。很多妄图出人头地的海贼新人都想取下他的首级来证明自己，甚至是成名已久的世界第一剑豪鹰眼也想探究自己与他的差距。即便是如此强悍的白胡子，也经历过3次战败，留下了一身的伤疤。第一次是败给罗杰，两人是同时期的海贼，战斗力相差也不大。曾经罗杰海贼团与白胡子海贼团相遇，双方爆发3天3夜的大规模战斗，最终2个海贼团也没有分出胜负，白胡子和罗杰也都受了一点伤。据说双方爆发的战斗不止一次，从世人的说法来看，罗杰的实力要更强一些。第2次战败就是顶上战争，白胡子带领全部手下去马林范多救艾斯，轻质的冰河时代完全没有效果，黄猿的8尺熊勾玉也没打到白胡子。还是赤犬比较聪明，使用诡计策反大倭蜘蛛，一剑贯穿白胡子的胸膛。此后白胡子与赤犬交战，场面上明显落于下风，胸口也被赤犬打伤。在艾斯丧命马林范多之后，白胡子彻底暴走，一拳头砸在赤犬脑袋上，随后与赤犬交战，不仅胡子被打掉，胸口也再次被岩浆拳头打伤。最终白胡子拼尽全力才将赤犬打入地面之下，自己也耗尽了体力。之后与黑胡子战斗，面对暗暗果实的逆天技能，白胡子的攻击完全无效，好在抓住黑胡子傲慢的弱点，采用无上大快刀从云切将其砍倒在地。可惜白胡子已经没有任何力气，没能使出最后一击将黑胡子干掉。紧接着黑胡子带领手下一拥而上，将世界最强男人的生命彻底终结。白胡子的第3次战败是在38年前，
当时他还是洛克斯海贼团的成员。为了做世界的王，洛克斯带领全部手下攻打天龙人的狩猎场神之谷。当时的海军完全不是对手，被洛克斯海贼团的强者打得节节败退。好在有年轻的卡普出现，他与罗杰海贼团联手，才将洛克斯击败。事后我们从白胡子口中得知，洛克斯之所以战败，是他们爆发了内讧。那场战斗中还有一位年轻的强者，被认为是香克斯父亲的加林胜。当时的加林胜有着非常强悍的实力，一度被认为是那场狩猎的冠军。几十年后，白胡子见到香克斯，直接来了一句：“看到你我的伤口就隐隐作痛。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白胡子与加林胜有过交手，战败后胸口留下一道伤疤。暴君雄的战斗力再次得到提升，经历过38年前的神之谷大战，战斗力妥妥的能超越海军大将。在所有七武海之中，暴君雄对恶魔果实的开发最完美，将一颗看似卖萌的超人系果实开发出不输自然系的破坏力，而且还具备不输闪闪果实的移动速度，以及让人瞬间恢复的治疗能力。别看暴君雄只有2亿9600万的赏金，战斗力绝对不输任何四皇副手。当年奉命去恐怖三滚帆船找莫利亚，传达黑胡子成为七武海的消息，调侃莫利亚会被草帽一伙击败。气得莫利亚咬牙切齿，却不敢还手战斗。而且莫利亚也强调很清楚暴君雄的能力，也是认定战斗力不如对方。后来奉命剿灭草帽一伙，打得索隆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用自己的命救路飞。元帅战国得知暴君雄让草帽团逃走，立马表现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，不敢相信凭借暴君雄的战斗力，居然没能干掉草帽团中的任何一人。得知黄猿在香波地群岛对战草帽团，暴君雄主动介入黄猿与雷利的战斗。可见在暴君雄看来，即便对手是雷利和大将，也有足够的自信面对他们。当黄猿让他给一个交代的时候，暴君雄完全没给面子，直接对了黄猿一顿。身为海军大将的黄猿居然没敢动手，也表明出他不具备击败暴君雄的实力。在顶上战争，暴君雄的表现并不多，只是用一招雄之冲击将巨人奥兹击败。与老同事伊万科夫的战斗也很短暂，从场面上看战斗力不在小伊万之下。世界会议期间，暴君雄失去所有意识，成为奴隶，被萨博和3位军队长成功救援。不过他并没有留在革命军的基地，而是一个人重新回到圣地努力乔丹。赤犬得知此事后，选择亲自出马，直接来了一招冥狗，将暴君雄打成重伤。随后赤犬评价大雄是非常危险的野兽，可见他也非常认可暴君雄的实力。在最新的海贼王漫画1095话中，暴君雄的回忆中有38年前神之谷大战的场景，那时的大雄还是个孩子，因为来自于巴卡尼亚一族，拥有巨人族的血液，被天龙人抓捕作为强悍的奴隶，参加每3年才会举办一次的人类狩猎游戏。年轻的神之骑士团司令官加林胜也在，天龙人希望他能成为最终的冠军，却遇到了洛克斯海贼团的攻击。加林胜在那场战斗中的表现非常优异。就在那时，暴君雄遇到了伊万科夫，趁着神之谷的混乱之际逃走了。当时萨坦胜得知此事后很恼怒，强调不应该让强大的巴卡尼亚人逃走。直到现在，萨坦胜去了弹头岛，依旧对波尼提起巴卡尼亚一族的强大记忆。可见在他看来，巴卡尼亚的强大力量对于天龙人来说也是潜在威胁。暴君雄至今还没有展示巴卡尼亚一族的特点，结合上开发到几乎完美的肉球模式，真正的战斗力很可能会接近四皇。也难怪当年黄猿不敢与之战斗。伊姆手下最强的战力输出公开，吴老星吃了幻兽种也只能排第2。CP 组织看似很强，战斗力却垫底。伊姆之所以能统治世界800年，离不开手下强大的战斗力团队。CP 组织是伊姆的谍报部门，除了搞情报，还要负责保护天龙人。一度认为 CP 组织能比肩四皇团，不过 CP0 的战斗表现太让人失望。在鬼岛战争中，2位 CP0 联手攻击乙藏，结果还被对方反杀一人。塔库从 CP9 晋升为 CP0 之后，也掌握了果实觉醒，结果被索隆吊打。还有陆琪也是 CP0 中的顶级强者。面对武当状态下的路飞被完虐，自从赤犬晋升为元帅之后，海军的整体战力大大提升，可以单独面对四皇，而且海军人数众多，即便是年轻的白胡子也不愿意与海军展开鏖战。不过现在海军的顶级强者在变少，青雉辞去大将加入黑胡子海贼团，战国选择退休负责教育海军新人，卡普也在蜂巢岛战败下落不明。新来的2位大将藤虎和绿牛都说有怪物水准，战斗表现却非常一般。绿牛还没见到香克斯的面就被吓跑，对战巨人茉莉首长被刺穿处于劣势。还有现在的海军中将，虽然人数众多，面对顶级强者可以说不堪一击。神之骑士团是仅次于吴老星的存在，只有在遇到重大事件时才会出动。他们的首领叫费加兰杜格林古圣，是曾经参加神之谷大战的王者。其他成员暂且还没有展示实力，能作为天龙人的护卫必定都是强者。多拉格对神之骑士团也非常忌惮，强调他们出动代表真正的战争开始。吴老星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，地位仅次于伊姆大人。5个老头都有着武神称号，而且都是某种动物系恶魔果实能力者。其中科学防卫武神叫萨坦圣，已经在弹头岛事件中展示过实力，他的恶魔果实已经达到觉醒境界，实力不强的人甚至会被他用眼神爆头。而且萨坦圣还拥有霸王色霸气，不出意外吴老星都应该是顶级强者。不管是海军还是吴老星，相比贝加庞克的武器来说都不算最强输出。先不讨论贝加庞克制造的普通武器，就和平主义者都能超过一般的强者。当年在香波地群岛，草帽团的3大主力联手才勉强干掉一个和平主义者。
世界会议过后，赤天使登场，他们的战斗完全不在真正的七武海之下。黑胡子与赤天使鹰眼有过交战，也因对方强大的战斗力感到震惊。还有 CP0 的卡库，拥有动物系觉醒能力，对战赤天使被打成重伤。在贝加庞克制造的所有武器之中，圣母烈焰算得上伊姆的最强底牌，它的破坏力不输任何一件远古兵器，仅仅用一次攻击就能毁灭一座岛屿。萨坦圣亲自去弹头岛，目的就是夺取制造圣母烈焰的材料母火种。打不过曾经的最弱七武海，让赏金接近40亿的四皇畏惧。卡普自认一个人打不赢巴雷特，巴雷特绝对是战斗方面的天才，13岁就能凭一己之力称霸战场，因为实力太过强大。14岁晋升为将军，还被民众称为国家英雄。15岁的巴雷特经常挑战罗杰，不过每一次挑战都以战败收场。罗杰也认可巴雷特的实力很强，期待他在未来能超越自己。在罗杰船上的几年里，巴雷特经常挑战雷利，都是以平局收场。年轻的雷利少说也有四皇水准，打不赢巴雷特难道是在放水吗？得知罗杰身患重病之后，巴雷特选择一个人离开，很快便成为超级新人，与克洛克达尔有过战斗，具体的经过没有公开，据说是不分胜负。当初在阿拉巴斯坦时，老沙只有8100万赏金，被认为是最弱的七武海，他的赏金与实力很不相符。成立十字工会后达到19亿还算比较合理。在马林范多救路飞能挡住鹰眼，也能用沙刀劈开大将赤犬的身体。当年的克洛克达尔能抗衡巴雷特，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得知罗杰被处刑后，巴雷特彻底暴走，将整个大海搅得天翻地覆。海军让战国与卡普联手出动屠魔令，将巴雷特的体力耗尽才去抓他。难道在卡普和战国看来，仅凭借他们一个人的力量都打不赢巴雷特？20年后，巴雷特逃离海底监狱，掌握果实觉醒能力，再次驰骋大海。卡普很无奈地表示，罗杰死后，巴雷特失去寄托，成为很难对付的人，去海底监狱招募同伴。黑胡子见到巴雷特第一时间表示认怂，让手下的人千万不要招惹他，也是忌惮整个黑胡子海贼团会被灭。现在黑胡子是赏金接近40亿的四皇，再次遇到巴雷特依旧会认怂的。在剧场版《狂热行动》中，巴雷特一拳一个超新星，实力完全超越黄猿，与路飞进行霸王色霸气碰撞，场面如同修罗降临，超新星也全部感到畏惧。老沙曾经与巴雷特交战过，给出合体怪物的称呼，也是认可他强大的实力。后来老沙联手萨博等人一起战斗，表明只有群殴才有机会战胜巴雷特。不过在汉库克的眼中，不管敌人有多强，只要敢对路飞出手，他就不怕。见到路飞被巴雷特打飞，汉库克彻底愤怒，一个人朝着巴雷特冲去。变成巨大合体怪物的巴雷特居然差点被汉库克的一脚踹倒。路飞与巴雷特交战多个回合，都是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最终同意老沙的计划，联手对抗巴雷特，也是认定凭借自己打不过对方。拥有霸王色打不赢16岁的少年，被2位海军大将围攻，差点丧命大海。号称冥王的雷利真的有四皇级别的战力吗？作为白嫖色霸气的受害者，雷利赔上一条船跟着罗杰出海。在38年前的神之谷大战中，罗杰与卡普联手对抗洛克斯海贼团，敌方不仅有洛克斯，还有年轻的白胡子和凯多等一群顶级强者。最终洛克斯海贼团被击溃，也能说明当年雷利的实力也是最顶级的。后来16岁的巴雷特加入罗杰海贼团，经常向罗杰挑战，都以失败告终。与年轻的雷利也经常战斗，据说雷利没有放水，也没能将巴雷特击败。对战白胡子海贼团时，雷利表现得很强势，一根手指挡住马尔科，同样是顶级海贼团的2把手。年轻的小马哥明显比雷利弱一个档次。抵达拉夫德鲁之后，罗杰解散海贼团，向海军自首，开启大海贼时代。雷利找到美女夏奇当女伴，一度魔将的身份隐藏在香波地群岛。夏奇向草帽团介绍雷利的时候，强调雷利的实力不输100个超新星。卡普与罗杰海贼团交战多年，对雷利的战斗力强弱也是了如指掌。得知雷利在香波地群岛出现后，强调即便是海军老将面对他也会吃亏。黄猿很快就印证了卡普的话，剿灭草帽团的时候与雷利爆发战斗，一不小心脸颊还没划伤，可见老年雷利的实力一点不比海军大将弱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雷利和慎平一起陪同路飞回到马林范多祭奠艾斯。吴老星得知此事后非常紧张，他们很担心雷利会重新出山当海贼，可见5个老头也在忌惮雷利的实力，不希望如此强大的海贼作为敌人。经过2年的修炼，路飞不仅掌握了3色霸气，还开发出橡胶果实4档，好歹也有接近海军大将的实力。结果与雷利交战被一拳头打飞。据说雷利曾经遭遇过一次海难，幸亏遇到孩童小巴才保住性命。很多海迷对此不能理解，雷利没有吃恶魔果实，能游泳穿过无风带，打海王类如同砍瓜切菜一样轻松。遭遇海难很可能是遇到强者而受伤。从小巴的年纪推算，雷利遭遇海难的时间差不多就是罗杰处刑的时候。海军为了能顺利处决罗杰，一定会出动顶级强者阻拦雷利去闹事。一位海军大将完全不是雷利的对手，至少得2位大将才有可能打伤雷利。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，黑胡子立马带着手下去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。好在雷利和夏奇及时出场，释放出霸王色，才让黑胡子乖乖离开。作为四皇的黑胡子不敢继续战斗，也是对雷利的实力有所忌惮。事后雷利告诉汉库克和夏奇，黑胡子能主动离开是最好的结局。现在已经老了，战斗力有所下降，打不过拥有2颗果实的黑胡子。
潜台词就是年轻时候的自己完全有打赢四皇的战斗力。本贝克曼的核心能力全部公开，对霸气的修炼达到四皇级别，顶上战争能妥妥的灭掉黄猿。当年香克斯在东海丢掉一条左臂，按理说战斗力有所下降，却能在6年前成为四皇。据说是红发海贼团是双四皇配置，除了船长香克斯有皇级战力，本贝克曼的实力也能达到四皇级别。不过本贝克曼的战斗场景非常少，目前只确定他拥有3种顶级能力。第一种就是超强的智慧，尾田曾公开过，本贝克曼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，不管是新世界的强者还是七武海，都非常畏惧他的谋略。当年白胡子带队去马林范多救艾斯，对智将战国的计策非常忌惮，整场战斗2个人都在斗智斗勇，可见智慧也是战斗力的一种体现。路飞在鬼岛决战中击败凯多。红发海贼团来到和之国近海赶走绿牛后，香克斯决定加入抢夺大秘宝的行列，还特意找本贝克曼单独商量。从此也能看出来，香克斯对本贝克曼的智慧也非常依赖。本贝克曼每次出场都拿着一把来福枪，第2种技能就是枪法。当年在东海对战山贼西格，他就用来福枪瞬间秒杀一群小喽啰。后来去马林范多救路飞，本贝克曼用枪指着大将黄猿的脑袋，一向嚣张的黄猿也只能乖乖举起手，对本贝克曼也有一些忌惮。当时有很多海米不能理解，堂堂的海军大将为何会害怕一位皇父，也猜测本贝克曼能将子弹缠上霸气，黄猿的闪闪果实也无法躲避。这种说法并不是很准确，女儿国的战士可以将霸气缠绕在弓箭上，可见将武装色缠绕在子弹上并不是本贝克曼的独有能力。本贝克曼的第3种能力就是对霸气的修炼非常强大。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尾田曾公开过他拥有超越大将的霸气。当年黄猿乖乖举起双手，很大可能是害怕本贝克曼的霸气。红发海贼团来到巨人之岛埃尔巴夫，遇到曾经的对手基德海贼团。从垃圾录的话中可以推断出，当年是本贝克曼打断了基德的胳膊。香克斯使用见闻色预见未来，探查到基德会带来巨大的破坏，立马出动使用一招霸王色缠绕攻击神臂，将基德和基拉瞬间秒杀。在此之前，本贝克曼询问香克斯是否探查到不得了的未来，也能确定本贝克曼的见闻色等级达到了预见未来的地步。如果本贝克曼真有4皇级别的战斗力，很可能也会霸王色缠绕攻击。当年黄猿乖乖举起双手不敢攻击，是真的担心会被本贝克曼干掉吧。自从路飞在鬼岛击败凯多之后，就有海米在讨论现在的草帽团能击败几位海军大将。在漫画1901话中，尾田通过陆奇给出了一个答案。当年白胡子带队去马林范多救艾斯，海军出动众多中将和3位大将，外加5位王下七武海。在白胡子被斯库亚德刺穿身体前，战局一直处于焦灼状态，3位海军大将轮番攻击，都没能对白胡子造成任何伤害。马尔科对战大将黄猿，挡下8尺琼多玉后一脚将其踢飞。钻石乔兹与大将亲自战斗，也能将对方撞飞受伤嘴角流血。如果白胡子没有受到暗算，顶上战争的胜负还真不好确定。后来红发海贼团来到马林范多，战国选择给香克斯面子终止战争。当时黑胡子海贼团已经离开，3位大将还有继续战斗的能力，海军不敢与红发海贼团战斗，可以认定4皇团能抗衡所有大将。现在草帽团正在弹头岛冒险，黄猿已经与路飞正面爆发冲突，陆奇立马背叛与路飞的联盟，偷袭贝加庞克却被索隆挡住，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只要有他和黄猿在，就能灭掉草帽团所有人。陆奇虽然有恶魔果实觉醒能力，战斗力也不会超过海军大将，难道说现在的草帽团连2位大将都打不过吗？这玩笑开大了。目前路飞的对手是大将黄猿，刚开始交战还看不出谁占据优势，路飞露出一脸自信的笑容，强调比在香波地群岛强100倍。在鬼岛屋顶对战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路飞觉醒换受众尼卡果实，外加掌握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，战斗力完全不输给任何大将。虽然说黄猿至今没拿出全力战斗，想打赢现在的路飞也非常困难。陆奇当上 CP9 之后可谓非常嚣张，对待元帅赤犬一点面子不给。在剧场版中与萨博也过战斗，2人的实力也在伯仲之间。不过对战武当状态下的路飞可以说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综合来看，陆奇的战斗力最多也就是接近海军大将的水平。索隆在和之国的实力提升很大，得到妖刀研磨让武装色升级，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，在凯多胸口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疤，又在对战炎灾境时觉醒霸王色，战斗力绝对不输任何大将。陆奇与索隆的对决，不能保证索隆会完胜，至少不会输吧。草帽团中还有山治、慎平和罗宾，都有大看板级别的战斗力。娜美得到宙斯之后，成为真正的天后女王，战力输出也很强。这几个人联合起来战斗，对抗一位海军大将完全不是问题。陆奇说和黄猿就能搞定草帽团，怎么看都是一个笑话了吧。从巴基眼中的天才少年到最强4皇，香克斯的战斗力经历5次重大提升。38年前的神之谷战场，罗杰在宝箱中发现1岁的香克斯，到13岁的时候，香克斯已经展示出相当不错的实力。在对战白胡子海贼团时，香克斯的表现很亮眼，也让黑胡子很不爽。当上4皇后的巴基回忆说，小时候的香克斯就是天才少年，展现出来的战斗力非常强大，也让他失去了争夺 One Piece 的信心。罗杰被处刑之后，香克斯组建自己的红发海贼团冒险，直到20岁的时候，已经成为大海上有名的强者。新世界的海贼团完全不是对手。就在那时，香克斯遇到2岁的乌塔，
像当年罗杰对待自己一样，将乌塔带在身边当做女儿抚养。27岁的时候，香克斯带领红发海贼团来到东海的风车村，说是寻找某件传说中的宝贝，更像是在泡酒吧老板娘马奇诺。此时香克斯拥有10亿4千万的赏金，战斗力也提升了一个档次。对战 CP9 的福兹福轻松获胜，并抢走了传说中的橡胶果实。福兹福也算是 CP9 组织中的强者，天赋甚至不输当年的陆奇。后来香克斯为了救落水的路飞，被近海之王咬掉一条左臂。从他将佩刀放在身体右边来看，可以确定是一名左撇子剑士。失去一条左臂后，战斗力并没有减弱，反而让香克斯更进一步。在经历几场传说级别的战斗后，他在6年前成为最年轻的四皇。那时的香克斯可能还有不足之处，不过在2年前已经达到最强四皇，一个人登上莫比迪克号，对战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也是一点不损。去马林范多之前，与世界最强生物凯多爆发冲突，也是无伤获得胜利。挡下岩浆拳头那一刻，赤犬被吓得脸颊流汗，众多强者也被震惊。即便是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，也表明还不是香克斯的对手。战国也不得不给他面子，没有在艾斯和白胡子的遗体上做文章。被称为怪物的新晋大将绿牛，没见到香克斯的面就被吓跑。此时香克斯的所有技能一定达到最顶尖的水准，拥有瞬间移动的能力，甚至连黄猿的闪闪果实都无法躲避，还有让敌人见闻色失效的见闻色。目前确定只有他一个人会。霸王色也掌握了缠绕攻击，一招神臂轻松秒杀30亿海贼基德。据说香克斯的霸王色还能造成物理伤害，具体怎么使用还未展示过。自从路飞在鬼岛击败凯多后，香克斯也成为最强的海上皇帝。现在卡普也在蜂巢岛重伤下落不明，外加吴老星和伊姆战斗力不确定，香克斯已经成为全海贼王最强之人。战力未定的龙或许能与之一战。